欢迎收看第1142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中国的水灾。我先声明一点啊，我这个频道不是一个新闻调查类的频道啊，我这是一个关于观念的频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热点事件啊，对于社会上的一个现象，你会怎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是不是被一些主流媒体或者一些惯性的声音啊所误导？那有没有错误的地方？以及呢是不是有一些角度啊你没有想到啊？我们就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一说到水灾啊，一说到抗震救灾呢，很多中国人还是引以为傲的啊。那么，即便他对共产党有诸多的怨言，但是在抗震救灾这个方面，他认为，中国这种集权的体制啊，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救灾上是有优势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这样。就是有这种大灾来的时候啊，那么共产党可以调动这些军队啊、武警啊，甚至这些基层的这些行政单位啊，可以都参与到这个事情来啊，调动社会资源，封路啊，然后征用一些场地啊、车辆啊、物资等等。那这个事情它不需要去和任何人协商啊，这个和西方的民主社会就完全不同。那我也在西方啊，实际上亲历过这样的灾害。那么我有近距离的去观察过啊，确实存在这种差别。你西方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争吵啊、不和谐的声音啊，好像这个行动迟缓，对吧？但是呢，我也想在此提醒大家一点啊，共产党它可以调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里面也包含了媒体的资源。也就是说，它可以调动所有的，不止党媒党刊啊，所有这个社会上的自媒体都要发同样的声音，就是形成一种好像全民都在抗震救灾的这么一种叙事啊，制造这么一个氛围。所以铺天盖地的你会看到啊，解放军跳到洪水里啊去，你不管它有没有表演的成分，但是你每天都会耳濡目染这种众志成城的感觉。但是西方的这些政党政府，他就不可能去让所有的媒体啊一盘棋，我们都报道正能量啊，你不去报道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也加深了很多中国人对于共产党抗震救灾能力的这一种算是偏见吧。那么还有一方面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所谓的抗震救灾啊，不是说这个灾害发生之后，然后赶紧去救这个灾民啊，送吃的送喝的，救人什么的，不只是这些事情啊。我觉得长期的这个可能中共的宣传吧，让大家没有意识到，其实关于救灾有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这个灾情的一个预警，这也是一部分包括比如说这个水坝它这个要有一个水位的调度，平时这种调度的透明度啊，维护的透明度，这也是灾情的一部分。包括你这个后续的怎么去重建啊，对于这些灾民怎么去赔偿，那么包括呢，以及你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天灾就不说了，对吧？那如果是人祸呢，它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批评、调查、后续的反思，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救灾的一部分。那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那种集中力量举国体制，在这个上面反而是一种弱点它会把这些东西都屏蔽掉，都掩盖掉实际上并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进步。那说回来那么这个抗震救灾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98年的那一场洪灾了那据这个国际红十字会统计说当时中国受灾的这个人达到2亿，有1400多万人无家可归。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解放军是吧，都跳到这个洪水中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呢，当然就是我不否认有很多解放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也确实是在真的救人不是表演，但是也有一些也是有表演成分的。而且呢，这个在这个
党中央啊这个内部，实际上这是一个军队的形象工程。因为98年往前9年，1989年6·4，中国的解放军刚刚对自己的人民开枪，去血腥镇压了人民，对吧？那这个军队的形象是非常差的。那98年的这个通过抗震救灾啊，实际上是让很多中国人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形象有了一个转变啊，就觉得哦，你们也还是可以来救人的啊，我们就怎么说呢，原谅你们了啊，很多中国人是这么想的。那所以呢，其实中国这个社会啊，被中共统治打散成原子化之后啊，人们的自救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因为民间没有这种互相自救的这种组织。那么他就会遇到这种灾害的恐惧啊，他就会反而希望说，哎，由这个党啊，由这个党国来给我们兜底啊，你来负责救我们。但我们知道啊，就是有一个常识性的逻辑，就是你救灾是要花钱的，对吧？你不能说我只有这些解放军的命就可以救灾，不是的，你调动这一切资源，虽然都是你的，但是你还是在消耗你的这个国力，消耗你的这个国库。尤其是呢，在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中央能够持续的去给地方兜底吗？你比如说这次广西的这个水灾，你就在镜头前啊，我们组织这一场特别庞大的这个救灾，这是可以做到的。那热度过去之后，水退去之后，镜头不再照着这个灾区的时候，后续的工程那要花钱的地儿多了，这么多的灾民要安置，这么多的村镇要去修复啊，那包括这些水坝啊，后续的日常的维护，这些东西，地方财政这么吃紧的情况下，它能做好吗？对不对？那中央真的也能够去持续的扶贫，持续的去兜底吗？这些都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如果随着这个经济实力、国力的下降，那灾害是不会断的，因为你之前的一个透支对于这个环境的影响，对吧？以及常年都是会有灾害的，无论地球哪个地方啊。那灾害不停，你的救灾能力是不是在下降？有人这2天在网上说说通过这次广西水灾看出来中共的救灾能力在下降。我不能够暂时我无法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从数据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数据来支撑这个观点，对吧？但是呢，从逻辑思考上来说，它的这个救灾能力的下降是会发生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会催生民间的这些组织的自救人民的自救，这个是大家能看到。那但是呢，又有人在这个点上去推了一个结论说好这种组织就起来了那最终人们会发现你共产党你也救不了我实际上是我们人民彼此之间互救。那你解放军也更多的是在镜头前表演然后也都看清楚这个真相了。那随着民间的这个组织慢慢的又反原子化恢复起来之后，最终可以推翻中共的统治。我觉得这个结论呢也不能下得太早。因为一场灾情过后，在灾情过程中形成的这些组织，后续他们之间还能不能维持住这个组织的架构，互相之间还能不能保持联系以及呢，在一个反共叙事的这种语境下，互相还能不能互信，这都是要打问号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次。大家在失望中，大家在了解真相中大家在互相帮助彼此的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建立这个互信，建立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但是这也是我们未来在中国会慢慢看到好吧，那我们通过这一次水灾就想跟大家聊这些内容，感谢收看、订阅、分享。